Okay, I'm saying I take the shame. torture innocent people. Hong Kong Yeah, is weird. good. I take the shame. So. 最近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发生了一起性质很恶劣的两个粉红留学生欺负香港女生的一个事件。Do you speak Chinese? Do you speak Mandarin? What's your name? Do you know? So you're agree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Yes, I Party? agree And with also it. the So Chinese- what? So So what? You support genocide. You support Why? the killing So of Hong what? Kongers. So what? You support killing I Uyghurs, have my Tibetans, freedom. Hong I have my Kongers. freedom in You have no believing freedom. You're a brainwashed Why? slave. Then You're why a have you slave. freedom of You're a speech? slave. No, You support I don't genocide. care. Blah, blah, blah. This is a badge for the Yes, I'm CCP. proud of it. I'm proud of being a Shame on you. Chinese. Okay, I'm shame on you. You I torture take innocent the people. shame. You torture innocent people. Hong Kong Yeah, is weird. good. I take the shame. So what? 我们在视频当中可以看到有两个粉红男生，他们在和两个香港女生以及一个澳洲本地学生进行对峙他们可能争议的这个焦点应该是对于香港或者是对于维族的这些迫害行动，具体的细节我们并不能够知道太多，因为流传出来的视频只有不到1分钟，大概只有半分钟左右的这个长度。我们来点评一下现场两位粉红学生的这个表现。一开始呢，这个其中一位粉红呢就在吼，用英文吼这个香港女生说：“你能不能讲普通话？你能不能讲中文什么的？”这个粉红的口音呢非常的严重，然后呢，他的英文程度真的很一般，所以如果真的吵起来的话，用英文我觉得他应付不来，所以他要求这个女生讲普通话，这样的话对他更有利一些。不过呢，香港女生她的普通话的流利程度呢，其实未必足够呢，所以她可能对她来说，与其是用这个广东话跟对方用普通话来沟通，还这种鸡同鸭讲，还不如她既然大家都在澳大利亚，这是一个英语国家所有人都能讲英语，大家都一起讲英语，可能对这个香港女生来说是一个更合适的选择，而且这也显示了对于这个在场的其他讲英文的人士的一种尊重。不过呢，很明显我们这位粉红他既不知道怎么样尊重别人，他更没有任何一丝对于女性的这种尊重的这种念头，他没有任何就是呵护女性的这种绅士风度。然后在场的这几个粉红对于在场的香港女生也是非常的凶，气势汹汹的。然后其中一位还拿到这个女生给他的这个传单3下2下就把这个传单给撕破了。然后你把这个传单撕烂是显得你很屌吗？还是说你如果没有别的人在现场的话，如果不是有人拿着这个手机在录视频的话，你是不是下一步就要动手打人呢？这个吵不赢就动手，很明显是很多我们看过很多类似的这种在国外的一些留学生一些争执一些争吵的一些片段，真的会发现很多人，尤其是前一段时间在香港的那几个留学生，在街头对这个香港的学生动手动脚，然后这个最近英国的法院也刚刚做出了判决，我觉得结果对他们肯定会非常不利。你想想看，跟人家争辩论，你吵不赢你就动手。这种看来暴力是在粉红身上的一些标准的配置了，也是他们镶嵌在他们基因当中的一部分。然后呢，当时在现场的也有一位澳洲本地的学生，他很明显是在维护这两个香港女生，然后他就质问其中一位小粉红，就说你是不是支持对于针对维族的这个种族灭绝呀？你是不是支持 CCP 支持中共？然后这个粉红呢就开始了整场视频当中非常搞笑、非常夸张的表演。Okay, I'm shame on you. I take the shame. torture innocent people. Hong Kong Yeah, is weird. good. I take the shame. So what? 你看他那个摇头晃脑的样子，很多人都评论说，你是不是真的嗑了药啊？怎么感觉那么嗨啊？然后你这个表情真的是 gay 里 gay 气的。所以他这个讲话的表情特别的夸张，特别的搞笑。然后你听他讲话呢，讲英文永远都是 so what， 然后又没有太多的词汇量，没有太多丰富的这种表达的这种程度。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猜测，他的英文程度应该也不足以支撑他跟对方进行非常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更不要说用英文来吵架来辩论。所以他们只能进行这种非常夸张的肢体的这个动作，跟非
非常贫乏的、非常苍白的这种英文的表达。所以呢，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些低层次的这些粉红啊，他们的水平往往都是非常的 low。在现实生活当中，可以想象很多人都是典型的 loser。然后呢，在争吵的过程当中，这位粉红还抛出整场非常有名的一个名场面，或者是名句、金句就是一个 highlight 点，就是他说I have freedom of speech。I have my freedom of speech。没错啦，没错，你在澳大利亚，你当然有自己的言论自由啦。但是，我觉得相比较在墙内的同胞而言，你在墙外，你在澳大利亚拥有了弥足珍贵的言论自由，你是应该用它来进行惩恶扬善，而不是用来欺负弱小的，好吗？你把这个这么珍贵的言论自由，你还好意思说你自己有言论自由？你运用民主国家给你的这个自由，你用来干着一些欺负女生、为邪恶来辩护的事情，我真的觉得你真的这种人真的是，不但是完全不明白事理，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所以，当你身处在文明社会的时候，我们亲爱的这些小粉红，你能不能好好做个文明人？然后呢，这位澳洲的本地学生呢，也说就是你们都是中共的奴隶，被洗了脑，这是非常可耻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这位粉红反倒非常骄傲的说，就是我以我这些事情而感到骄傲，感到自豪。我以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感到自豪。当然呢，你作为中国人，我以中国人为傲，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说的，没问题。但是要么你就是到目前为止，你还是把中共跟中国两个事情、两个概念分不清、拎不清。要么你就是很明显把中共跟中国两个事情捆绑在一起，你就不愿意分清。总而言之，你就是头脑不清楚了。而且你这种完全不知羞耻的这种流氓无赖的这种形象难怪所有的这些外国人在看到这个网上视频的时候，他们在留言区、在评论里面，对于现场的这两位粉红的表现没有一丝一毫的好感，都觉得说这些人怎么这么没有廉耻心，不明白什么是黑，什么是白。这是在现代社会，我觉得就没有必要跟这些人再纠缠下去了，因为你跟他们没办法讨论，没办法辩论，甚至没办法沟通，所以完全是让人家觉得这群人真的是要么头脑简单，要么就是没有廉耻心。然后一旦你发现这些粉红，他们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对他环境不利的、对他情势不利的一个状况底下的话，他们立马就从一个凶神恶煞、气势汹汹的一个状态，立马就是变成了一个小兔子一样，就是马上认怂的一个怂货。在澳洲拍摄的另外一个视频，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状况。然后这个小粉红在街上看到有维族的一位老人，他过去就是欺负老人家。然后旁边一位维族的比较年轻，看起来很壮的一位年轻人过来的时候，他就立马认怂，然后灰溜溜的就逃走了。所以其实可以看到，欺软怕硬是这些小粉红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特色，是他们的一个基本面。Alright, call police, you finished. Okay. You understand? Understand. You understand? Understand. You have a good day? I have a You have a good day, bye bye. Sorry. Go. Okay. Walk away from here. Okay. Walk away from here. Okay. Turn around. I said walk away. I'll control him. You walk away, Yes. or else things are going to get very bad because he's going to hurt you. Yes. He's Okay. an old man, but he's going to hurt you. So Yes. walk away now. Yes. Okay. I walk away. Hold it. Go. Go. I walk away. Iblis, shaitan. Go. Okay. 其实我们这段时间看到网上流传出来的这些所谓的小粉红，在海外留学的这些小牛，他们非常就是很多人都会表现出一种就是和这个视频类似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好像非常竭力的想要维护中共。很多人看起来就会觉得说他是想有心的、非常卖力的去舔中共，他是想要去捞取一些政治资本或者是一些好处，但其实因为他们的表演实在是太过拙劣，层次太 low， 所以他们不但没有跟中共加分，反倒其实起了适得其反的一个相反的效果，变成了是一个低级红、高级黑。所以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
反倒给中共在海外惹了很多的麻烦，他们要不停的帮这些小粉红，这些层次太 low 的小粉红来擦屁股。所以我相信最终这些小粉红其实不但捞不到任何的好处，反倒有可能会被当作是用完的草纸扔到马桶里面用水冲走。所以其实作为一个小粉红，或者如果你是真心的信仰共产主义，真心的喜欢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这一套的话，你如果想要逃过作为册子被冲走的这个命运的话呢，我还是奉劝你们先好好的念书，努力的提高自己个人的素质和修养，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因为每一个人可能政见不同，或者各为其主，这些都没关系但首先我们是一个人，是一位个体，是一个人。政见不同，各为其主，并不能妨碍你成为一个就是让人敬仰的一个谦君子。我们还是好好先做一个人。所以我一向以来的观点就是不管你是粉红还是反贼，只要哪怕大家政见不同，只要大家人品好，其实还是可以做朋友的。但如果你实在是不愿意好好做个人，那我就劝你还是爬回你自己的粪坑，然后做你的蛆虫去吧，不要在外面给大家给所有的华人丢人现眼了。非常感谢您观看我的视频请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